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神是高大的存在，那么的高不可期？如果要是戏弄了神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我今天很想用这个问题来问问艾玛和妮娜。先问妮娜好了，妮娜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要是戏弄神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？会让我们不会生活的。我不让你好好生活，不会让你好好生活。OK， 好的，谢谢妮娜。好了，艾玛，那同样的问题，如果要是说戏弄神，你会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我觉得他会死亡。他会死亡。你觉得他会让人死亡？不是让所有人，可是让戏弄他的人，让戏弄他的人死亡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就来讲戏弄神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，请一起来听一听看吧。自从女娲创造了人类以来，时间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了。刚开始，人们只知道吃树上摘的果子，后来慢慢的学会去捕猎一些野物来吃。野物就是小动物啊，他们就是抓小动物来吃。若是野物打得少，就少吃一些，打不到就只能饿肚子。所以能不能填饱肚子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伏羲看到这些，心里特别难受。他想，要是总这样下去，岂不是要饿死人吗？他冥思苦想了3天3夜，也没有想出填饱肚子的好办法。这一天，伏羲在河边转悠，突然扑通一声，他看见一条又大又肥的鲤鱼跳出水面，蹦得很高。一会儿又是扑通一声，在不远的地方又跳起了一条鲤鱼。伏羲心里一阵高兴，他想，这些鲤鱼又大又肥，弄来吃不是很好吗？他打定主意以后，就准备下河去抓鱼。说来也巧，伏羲刚下河，一条又大又肥的鲤鱼就径直蹦到他的怀里了。伏羲高兴极了，所以他就带着鲤鱼回家了。当儿孙们看见伏羲抓来了鱼，都稀罕地把伏羲围了起来。伏羲把鱼肉撕下来分给大家吃，大家吃了都觉得味道不错。伏羲就对他们说，既然鱼好吃，以后我们就动手捉鱼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。大伙儿都非常赞成。这以后1传10，10传100，没多久，差不多每个人都学会了到河里捉鱼的本领。看到大家高兴的样子，伏羲心里也甜滋滋的。这可真叫好事多磨。正当伏羲和大伙儿高兴着的时候，龙王忽然带了乌龟丞相跑来兴师问罪。他恶声恶气地对伏羲说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让这么多人来捉我的龙子龙孙，赶快给我住手吧！聪明的伏羲没被龙王的话吓倒，他理直气壮地问龙王，你不准我们捉鱼，那我们吃什么？龙王听了伏羲的话，
心想，有人竟敢这样同自己说话。于是怒气冲冲地说，我管你们吃什么，只要别再来抓我的龙子龙孙就行，否则我会让你们好看。伏羲说，好啊，我们不违背你的命令，你不准捉鱼，我们不捉总行了吧？以后我们饿了就来喝水，把水喝得干干的，把你们所有的水族都干死了。龙王本来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，听伏羲这么一说，心里果真害怕。他怕伏羲他们真来把水喝干，自己的命就难保喽。这个自私的龙王心想，还是保住自己的命要紧啊。可他一来碍于面子，二来又想保住自己的尊严，所以迟迟开不了口。正当龙王进退两难时，乌龟丞相凑到他耳边上，悄悄地说，你看这些人都是用手捉鱼，你就和他们定个规矩，只要他们不喝干河水，就让他们去捉鱼，但是不许用手捉，他们不用手就捉不到鱼。这下子既保住了龙子龙孙的性命，又保住了龙王您的颜面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？龙王一听这话，高兴的哈哈大笑，转过来对伏羲说，呵呵，好，只要你们不把水喝干，你们就来捉鱼吧。可是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不能用手捉，其余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都行。你们若是答应，就算是说定了，以后双方都不准反悔。伏羲想了想说，好吧，同意。龙王以为伏羲上了当，便带着乌龟丞相高高兴兴地回到海里去了。待龙王一走，伏羲劝大伙儿先回去，自己靠着大树躺了下来。这时正好是正午，阳光透过树叶洒落下来。他躺在树荫下，两眼望着天，心里还在想着，怎么才能不用手就捉到鱼呢？这时候，他看见两只树杈中间有只小小的蜘蛛正在织网。只见它不紧不慢地绕着一个方向，一圈又一圈地牵扯出细细的银丝，不一会儿就把一个圆圆的网给织好了。蜘蛛把网织好后，就跑到角落里躲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那些远远飞来的蚊子呀、苍蝇呀，都被网子给网住了。蜘蛛这才不慌不忙地从角落里爬出来，饱餐一顿。聪明的伏羲看见蜘蛛织网，心里突然开了窍。他急忙跑到山上，找了一些藤条充当绳子，像蜘蛛织网那样，把它们编成了一张粗糙的大网，然后又砍了2根木棍交叉起来绑到网上，又拿了一根大一些的木框绑到了中间，网就做好了。他把网拿到河边，往河里一放，自己就站在岸边，手里握着长棍，静静地等待着。隔了一会儿，伏羲把网往上一拉，哎呀，网里竟是些欢蹦乱跳的鱼。
这个办法确实不错，比用手捉鱼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呢。而且人还不用下到水里了。伏羲就把接网的方法教给大伙儿。渐渐的，织网捕鱼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再也不缺吃的了。龙王看见伏羲教人们用网来打鱼，不但没有比以前少打鱼，反而比以前打得更多了。可是他们并没有用手捉鱼呀。龙王如果反悔，不但自己没面子，而且还怕惹怒了伏羲他们，真来把水喝干了，那自己不就完了？所以龙王只有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了。好啦，这个故事讲完啦。哎妈，妮娜，妈妈又有问题要问你了。妮娜，先问你哈，妮娜，如果龙王不让你捕鱼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给他一个主意，我说我不用手，我用鱼竿。啊，用鱼竿也可以，好棒，真棒！鱼竿也是个好办法。艾玛，你在这段故事里学到了什么吗？然后你又会用你学到的知识用在生活里吗？我学到了，在这个故事里是人们这样子的就学会用那个渔网，还有我用这个知识在我的生活里，那我也用渔网抓鱼。好，很棒，也是很棒的答案，谢谢。可是，你需要给他们吃的，然后就他们会走来，然后就他们去那个吃的，这样子吃那个，然后就你可以抓到。Bravo， 好棒！他说的是就是在鱼竿上面放个鱼饵，是不是？那个叫鱼饵。我不用鱼竿，我用渔网。那用渔网就连鱼饵都不用了，是不是？诱饵都不用了，就是 bait， 鱼饵就是 bait 的意思，就不用 bait。伏羲说：“好啊，我们不违背你的伏羲说：“好啊。如果龙王不让你捕鱼，你该怎么办呢？”我说给他，我们弄一个主意，我不用手，我做另外一个东西，然后就你不需要说一个字了。哦，你就不用说一个字了。那你做什么东西去捕鱼啊？我要捕鱼。啊，你要用什么东西捕鱼啊？有一种工具叫鱼竿。鱼竿是不是用鱼竿从头吃头。OK。OK， 好，朋友们，你们见过八卦吗？你们想知道八卦的来历吗？如果你们好奇八卦的来历，就请继续关注我们啊！今天的故事就全部讲完了，祝你们晚安。晚安，拜拜。Cut. One time. You did 500.